闲聊啊，最近看到两个新闻啊，大马的肉骨茶要被列为马来西亚国家遗产。第二呢是 Taylor Swift 泰勒斯的演唱会在新加坡开唱。没想到啊，这两个我原先觉得不起眼的事情啊，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我呢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想探讨一下这两个事情实际上都是一回事情，事关马来西亚的旅游嘛。那旅游产业现在马来西亚的现状如何？它的未来有没有希望呢？做点小小的研究跟大家分享好吗？先来看肉骨茶嘛，肉骨茶是发源于巴生的一个传统美食，虽然是华人的，但当然属于马来西亚的。那属于马来西亚的列为马来西亚的国家遗产有什么问题吗？显然啊，反对派不是这样觉得的。他们呢觉得肉骨茶常常用的是猪肉，猪肉呢就有冒犯穆斯林，甚至于呢让他们感到有一种侮辱的感觉。到底该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啊，无非就是看国家遗产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列为国家遗产呢，大家就会对它采取更多的保护措施。当然，最重要的是促进马来西亚的旅游，别人来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肉骨茶不是新加坡的那种胡椒味，而这个发源于马来西亚，它是这样的味道，这当然就会带来更大的旅游的知名度和收益嘛。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确实就只听过新加坡肉骨茶，说实话都不太了解马来西亚肉骨茶。那第二呢，我们在看列为国家文化遗产的这个过程中，到底是求并级还是求交集？我觉得不可能求交集吧。如果各个民族都能接受的才把它列为国家文化遗产，那是否也太狭窄了？它好像也有违多元文化、包容啊、兼并这样的一个精神呢。而我去看了马来西亚现有的文化遗产啊，你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有马来武术，那个也是马来西亚的遗产。再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饮食类，像马来糕啊、印度松饼啊，它也都是啊，它都是来自于各个族群的，甚至于像拔罐、歌礼这样的，它也是国家遗产呢。那争论啊，好像就是在清真这两个字眼上。在申请国家遗产的时候，是否可以求并级呢？你的我的，只要是属于其中一个人的，都能够把它上升为国家遗产。我觉得这可能也需要一些考量，但说来说去啊，肉骨茶毕竟无伤大雅。如果连肉骨茶它因为不是清真就不能被列上的话，那么请问档口或者是餐茶室，它售卖肉骨茶是否也让穆斯林感到有被侮辱的感觉呢？我想不会吧。所以这个事情啊，说白了就是一个不大的事情。而且呢，张庆信部长说，肉骨茶不一定就是非清真的，也可以做成鸡骨茶、羊骨茶、海鲜骨茶，还真不是说着玩来着。2010年，当时的旅游部长拿督斯里啊黄艳艳，他已经说了，肉骨茶只要发挥创造力，那也可以做成清真的鸡骨茶、羊骨茶等等。那么更大的族裔啊，也可以享受到这种美食。我看到一些反对声音啊，一些宗亲会啊，甚至于马华也出来开始慢慢赞成这样的说法，好像肉骨茶这个事情风波已经过去了。再来说泰勒斯的演唱会啊，开了就开了啊。这演唱会呢，虽然要巡回很多场，也会有较短期的经济效应和规模效应，但是呢，它毕竟是一次性的。讲真的话呢，演唱会马来西亚也不是没办过，还是比较积极的办。在过去啊，一直也受到反对的声音，这就怪不了那位相应的部长了。确实呢，就像隔壁邻居有2个小孩，一个呢他就是体育和文艺比较好，他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出去跳高跑步，你不能啊要求他像另外一个邻居一样，另外一个邻居的小孩他可能就是数学好，英语好，反正就各做各事吧，把肉骨茶做好，我看也能够带来很多的旅游收益。既然之前常常反对也不那么适合自己啊，就不要强求。
那你看，实际就新加坡独家的签了卖身契的，让泰勒斯来开演唱会这件事情，最生气的、最感觉该争取，结果被跳票的那是泰国嘛，所以泰国总理都跳出来会说上几句。我看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必要跟风了。不过呢，把肉骨茶和泰勒斯放到一起，其实是有共性的。对，这就是开头说的，它关乎到大马的旅游经济啊，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因为呢，经历了疫情，各国呢都希望啊，在旅游中尽快得到恢复。毕竟呢，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旅游都会给国家贡献很大的一个比例数值的经济收入。以大马来说啊，2022年的4月恢复之后，8个月就带来了700万的游客，它的经济的贡献呢占 GDP 的 14%， 比2021年的 12.8% 呢已经有显著的成长。而2023年大马的境外游客呢从1560万提高到了1610万。最终啊，前11个月的统计数据就给大马带来了1780万的游客。其实啊，每个游客在大马平均都要消费3000令吉，所以这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再告诉大家啊，在旅游部的规划当中，2024年是希望能够获得2730万的游客，境外游客哦。大家记住这个数据，2730万，期望呢获得1027亿令吉的收入。平均每个游客呢，还是可以带来3762令吉的收入。大家记得大马在2024年的规划，那是因为啊，在2026年旅游部长说了，他希望呢能够将旅游的人数啊提高到3560万，当届时呢可以为大马带来1471个亿的令吉。平均每个游客能够带来4132元令吉。讲了有点晕啊，我想那个关键数据，2024年大马计划2730万游客，我们要和谁比啊？当然要和泰国比啊！泰国跟马来西亚抢旅游是最积极的，因为泰国啊，它本来就预定了2024年希望有境外游客2700万。你看啊，大马定的目标就是比它高了30万，但是压力啊就来了，大家注意听啊，前2个月啊，2024年1月和2月，泰国已经迎来了将近600万，598万的游客，那么他们也把目标一下子调高到大马2026年的目标了，它调高到了3500万。你看啊，泰国2024年要3500万，大马的目标是2026年3500万。更进一步啊，泰国呢是希望啊，在2027年啊，也就是3年之后，它的游客呢进一步可以成长到8000万，那就比3500万还要 double。更要多一点，能够使它国内的旅游创造的总收入要占到它 GDP 的 25%， 在2030年的时候占到 30%， 那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值哦。你看，从订立的目标来看啊，泰国就要把大马的目标远远的甩在了后面。为什么？实际上大家在旅游上的压力是很大的，之前的10年都很好，因为疫情呢一下子掉下去了，现在恢复又需要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吗？即便像2024年大家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我报一组2014年，也就是10年前的数据啊，给大家听听看。10年前所谓的新马泰啊，泰国吸引了2500万境外的游客，创造380亿美元；马来西亚吸引了2700万游客，创造了170亿美元的收入啊！新加坡1500万创造了180亿。如果你够敏感的话，你会知道，在创造了一样多收入的情况下，新加坡只需要马来西亚1半的游客，而泰国呢，跟马来西亚的游客差不多，但是它的收入又要比我们 double 了，怎么样？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要回到10年前的水平而已。
所以讲到旅游，那个是非常 serious 的，因为我们是希望旅游占到 GDP 很高的比例，但谁想泰国更加 aggressive， 他希望在6年之后达到他 GDP 的 30%， 大马现在是 14%。我觉得呢，现在的目标定的是好的，但它好像还回避了一些问题。第一我想说人数的增长其实可以更加 aggressive 一点，至少从和泰国的竞争上来说，必须要更加 aggressive 一点。2024年的3730万到2026年的3560万，我算了一下，2年要增加 30.4%， 相当于每年的复合增长是 14%。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你看这2年增长 10%， 每年才增长 4.8%， 和通胀稍微高了一点。而你实际去看大马平均现在人均消费3000到未来4000令吉，也就是600到700-800美元的人均消费，这个和泰国比差的其实有些远。泰国在2014年的时候人均消费就可以达到1400美元了，他们现在的人均消费也是1400美元。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去一个人，他们每个人消费是咱们大马的double， 而且呢，他们要达到2027年的目标是希望他们整个旅游创造5兆泰铢。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差不多人均要创造1766美元。所以我觉得泰勒斯也好，肉骨茶也好讲的都是大马的旅游。我呢不太同意有些网上的观点，你说马来西亚还在炒一些肉骨茶，新加坡的国会已经在讲 AI 如何帮助新加坡的经济了，因为旅游对大马的 GDP 贡献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旅游的目标确实不应该设得这么低，大马要去仔细思考怎么提升每一个游客在大马身上花的钱，酒店、消费、服务甚至于有没有医疗、旅游等等，这个大马要充分的开发它的资源。泰国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甚至于把科技这样的要素包含到它的旅游战略之中，这个好像是大马还欠缺思考的。同时呢，我希望像肉骨茶泰勒斯未来不会再变成一个很大的议题，需要在国会里吵来吵去才能够通过。希望旅游部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许可，能够大大的促进大马的旅游，让它真正的变成一个 truly Asia。 我们都祝愿大马的经济好，旅游好。你有什么观点我希望跟我一起探讨。谢谢你，拜拜。